这些东西在魏无羡身上，至少都老老实实待在乱葬岗那鬼地方，也没出来为祸人间。换个人拿，每一样都是大杀招，还是不给自己留活地的阴毒。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？薛洋干脆跑到小星辰那边的战场，和一个鬼修换了位置，自己去和聂家的一名门生打。趁门生不注意，直接一把粉撒在他脸上。啊呀呀！我的眼睛！薛洋脱离了战场，重新拉了一条凳子，喘了口气。江婉英，我觉得你这人真有病，病得还不轻。明明亲手杀了魏无羡，还拿着跟嫡子装兄弟情深，什么不能有一丝灰尘，什么云梦双劫是南柯一梦，真看见鬼，修活像又见了魏无羡似的，硬是将其剥皮抽筋。你可比小爷我还能折腾人，天天挂嘴边欠你的。魏无羡哪怕10条命都不够你霍。我看魏无羡真倒了8辈子血霉被江家收养，摊上你这么一个真要他命的兄弟。薛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和魏无羡之间的事你知道什么？江澄朝着薛洋咆哮道。薛洋这人真心佩服，也就夷陵老祖魏无羡，为他抱怨2句，纯粹因为放入自己太憋屈了。薛洋始终不明白，那么厉害的一个人怎么就被这些人给整死了，还是江澄这个魏无羡自认为兄弟带的头。被点名的魏婴颇为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的鼻梁，自己好像并不认识薛洋，他怎么看起来那么激动，自己被他说的好像是有点惨。周云看了看眼前的情况，侧身离去时，臂膀微微施力，带着发愣的魏婴一同离了场。没有人注意到场上少了2个人，除了时不时看向他们的蓝忘机，但蓝忘机几乎就是行走的风景线，蓝白相间的卷云纹抹额和家服。姑苏蓝氏有人离场必被注意，可这里一直僵持着也并没有什么用。蓝忘机犹豫片刻后，对着蓝曦臣说道：“兄长。”蓝曦臣看着蓝忘机那邪蛮想要离去的脸，无奈的笑了笑：“忘机可先离去，你也可去寻一寻对策。”蓝启仁看了眼要起身离去的蓝忘机，又转头看练武场中心的争执。当初围剿乱葬岗时，明明分得明明白白，魏无羡的灵剑随便归你金家，如今你金家却妄图将魏无羡的所有物件占为己有。江澄边打边大声呵斥道：“你们这群小人，随便也在金家！”魏婴离开的脚步顿了顿，但也仅是1秒，随后便加快离去的速度。祁阳见着蓝湛离去，默默从喧闹的人群中退了出去，快步跟上蓝忘机。蓝二公子祁阳低声喊道。祁阳见四下无人，示意蓝忘机跟着他离去。蓝忘机抬眸看了眼魏婴离去的方向，又看向明显有所交代的祁阳，心下衡量脚步，拐了个弯，便跟着祁阳离了金陵台。祁前辈，祁阳打住了蓝忘机要行礼的动作。都说姑苏蓝氏重礼，本以为是夸大其词，如今见了蓝忘机，果真如此。每次相见，礼节必到位。挺好的，就是有点繁琐。练武场薛洋那人的话我听了，我有2种猜测。祁阳紧接着说道：“第一的话是金光善是用了苗疆的巫蛊之术，金光善控制母蛊，而子蛊在那些炼尸场的鬼修身上，直接就是用母蛊控制子蛊。第二就是金光善对那些鬼修用了摄魂术，不过这种往往极损阴德，很少会有人去用。摄魂术，因为人有3魂7魄，所以摄魂术也有3大术7小术。3魂主命，命就是生死；7魄主性，性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。3大术是照阴魂、居阳魂、亏心魂，7小术是通过破魂眼操纵人的7种性情。按金光善的说法，同死，那就是摄的魂必定有承载魂体的器物。前辈，如果以金宗主所言上万炼尸场，哪怕一个炼尸场只针对一个修士，那也要上万。各大世家中能够承载如此数量灵体的灵气几乎不存在。蓝忘机对于祁阳介绍的摄魂术很是认真地分析了可行性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金光善没有那么多的灵气去实施这个术法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酒坛子就可以作为器物，再以符咒镇之即可。祁阳沉思片刻后说的，只不过他还是比较怀疑现在的4大家族，除了藏书最多的姑苏蓝氏可能有相关文字记载，其他家族应该不大会有吧。主要这摄魂术基本已经断了传承，但金光善也不像会把母蛊放自己身上，把性命交于别人手上的人。你家藏书可允许外人借阅。藏书阁分为2部分，
内阁藏书非亲眷弟子不得入内，且须同时持宗主许可玉牌方可借阅，外阁持学生玉牌即可进入调阅古籍。蓝忘机努力回忆藏书阁的书籍分类，如果真有摄魂术，此等有违天道的术法，应是置于内阁、阵法符咒类吗？祁阳也知道练武场的僵持，主要在于金光善的一死怨气大爆发。左右思量间，与蓝忘机商量道：“蓝公子，你不如随我去金陵台其他地方转转，先去找一找酒窖，看看有没有异常，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用符咒镇压的物件。”晚辈自是愿意。蓝忘机颔首道：“祁阳此举就是想先排查一下是否为摄魂术。对了，那小子呢？”祁阳心知这里提魏婴的名字不便，含糊其辞问道：“只要蓝忘机脑子转得快，自然知道是说谁。”